因为魏无羡刚被献射回来的那2年，身体极差，动不动就要头疼脑热的病上许久。虽然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调理，已经没有什么了，跟着蓝忘机来的医师还是出于谨慎，要求魏无羡卧床休息2日。蓝忘机便说什么都不愿意让他再参与此事。听说蓝思追心情很是低落，魏无羡便让人单独找来了蓝思追。平时精神奕奕的小公子垂头丧气地走进来，见他招手，便乖乖走到床边坐下。魏无羡笑道：“思追啊，我又没什么事，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？”魏前辈，蓝思追喊了他一声，便又低头不说话了。蓝湛把你教的什么都好，就是这点不好，什么事都喜欢闷着不说。魏无羡叹了一声，摸了摸他的头，又说：“又不是你的错，你自责什么？这是我们大家都没有预料到的，不是吗？我就是害怕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以前你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可是后来您再也没回来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”魏无羡将他揽过来，轻轻拍着他的背道：“阿愿，阿愿，以后不会再有那样的事了。羡哥哥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”蓝思追突然极轻地说了一句。听到怀里传来的这一声，魏无羡微怔，然后将蓝思追从怀里拉出来，笑道：“我好着，我好着，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不光我好着，你弟弟也好着。你们韩光君被我和你弟弟吓着了，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办呢，你可不许再难过了呀。”蓝思追失神地看了他一会，然后突然一下子露出了笑容，重重地点头应了一声。云深不知处，蓝室。室内整整齐齐摆放着一排排书案，身穿素雅白衣、头戴云纹墨额的蓝家弟子依序坐于其中。角落的香炉上，缕缕淡淡的青烟缓缓升起，染得满是清香。今日是蓝忘机给蓝家亲眷子弟讲学的日子，此刻虽时辰尚早，却已然过了讲的阶段。弟子们都在低头研读书籍，只偶尔有1、2人会到坐于上首的蓝忘机处施以解惑，是以室内显出一种超凡的安静。蓝景怡低着头抄抄写了半天，抬头歇气的空档，偷偷瞄了一眼坐在他们斜后方一个不起眼处的魏无羡，然后趴下身子，借着前方的人挡住蓝忘机的视线，扭头向坐在他右侧的蓝思追小声道：“思追，你看魏前辈。”他声音很小，奈何线下蓝室太过安静，以至于坐在他们周围的人都听到了他的话，都是一群小少年，好奇心重，于是都不自觉地往魏无羡所在的方向看了过去。回到云深不知处已有快1个月的时间，除了与2人关系更为亲密的蓝思追与蓝景怡，其余的蓝家弟子这段时间几乎都没怎么见到过魏无羡。今日看到他与蓝忘机一同出现在蓝室时，都是一副惊讶又惊喜的神情。倒不是说魏无羡不应该出现在蓝室，这几年过来，他也会时不时的来给小辈们授课，给他们做一些夜猎中可以使用的小玩意儿。只是知他有孕后，所有人都以为这段时间他不会再来了，谁知今天竟然起了个大早跟着蓝忘机来了。然后弟子们又以为他既然来了，依他以往的脾性，应该至少会讲上几句，结果他除了进门的时候给他们打了个招呼，就一直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，现在竟然还睡着了。魏无羡的坐姿可谓是极其不雅正，半边身子斜靠在书案上，一只手撑着头，另一只手搭在书案边缘，手里一本书只轻轻捏住了一角，将落不落地从书案上垂下来，只要魏无羡稍微一松手，就能马上从他手里掉下来。他之前应该是在看书的，只是不知什么时候看得困了，手里的书都忘了放下，也没想着换个舒服点的姿势，就这样闭上眼睛睡了。又是面向众弟子的方向睡着的，所以才让蓝景怡微一转头，就看到了他这副样子。别人也许不知，蓝景怡和蓝思追却是知道的。回了云深不知处后，不知是不是因为脑子里一直紧绷着的弦终于放松了下来，本来只是胃口有些不好的人，一下子各种不好的症状都出来了。刚回来的那几天，有一日厨房专门给做了点汤端过来，已经是特意撇去了油脂的，谁知一打开盖子便又呕又咳，又不巧被蓝景怡和蓝思追正好撞见，2人看的面色都变了。再后来，本来完全吃不惯蓝家的树皮草根、苦菜药汤，总是要蓝忘机给他另开小灶的人，现在却只要这些了，不再说苦的难以下咽，竟还吃得了不少。蓝家的药膳于身体有益，歪打正着，还让他省去了一些汤药，只是说着似乎是真的省了事儿，到底还是折腾人的。
时间一长就磨得人提不起精神。